如梦令，柔辞裂骨，李清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这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宋词，出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《如梦令》。《如梦令》是词牌名，宋词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字数和韵律要求，作者根据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填词。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是婉约派的代表作之一，共33字。李清照这样填写：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雨疏风骤形容昨夜小雨零星，大风猛烈。浓睡是深沉的睡眠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给出了环境描写。昨夜一场猛烈的大风带着零星的小雨，作者即使睡得很沉，醒来后仍然觉得有些醉意没有完全散去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，讲的是作者问正在卷起窗帘的侍女，院子里的花怎么样了？侍女回答说，海棠花还是和昨天一样。作者关心院子里的花是否被风吹落，但侍女的回答却让他感到有些失落。应是绿肥红瘦里，应是应该可能的意思，肥形容绿叶茂盛，瘦描写了大风过后海棠红花凋零的景象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，是作者内心的想法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真正的情况应该是绿色的叶子更加茂盛，而红色的花瓣却已经凋零变少了。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事物流逝的感慨，也透露出一丝淡淡的忧愁。整首词描写了夜雨后的海棠花落。李清照用绿肥红瘦这个词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春天将近，花朵凋零的景象。整首词情感细腻，让人感觉非常温柔，因此这首词是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。但当我们走进作者时，却感觉反差强烈。李清照出生在山东济南，父母生活富裕又有文化，因此他从小就看遍了文学经典，年轻时写下了这首《如梦令》，震动当时文坛，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。然而这位才女的独立精神远超当时社会的想象。新婚时，她与丈夫典当衣物来收集文物，将前半生都奉献给了文化艺术。中年时，北宋灭亡，丈夫去世，她收藏的文物大部分都在战争中丢失了。因为没有子女，为了保护剩余的文物，她再次结婚，却发现第二任丈夫只想利用这些文物换取官职。李清照将丈夫告上法庭，要求离婚。当时妻子起诉丈夫可能要坐牢，但即便如此，李清照仍然这么做了。李清照的前半生因为生活幸福，写尽了温柔之词，后半生历经变故，诗词风格越来越沉郁，但她的灵魂始终坚定不屈。可以说，她的一生是用最温柔的语言包裹最坚强的灵魂。在男性主导的宋代，她以柔辞裂骨的创作风格，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。